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非科班逆袭，赵丽颖 vs 白鹿，内娱迭代启示录。凌晨3点，横店片场的灯还亮着，空气中飘着雾气，像是还未散去的疲惫情绪。白鹿裹着一件军大衣，蹲在监视器前，一帧帧地回放刚才的哭戏，眼神专注，倔强又带点固执。这一幕仿佛让人穿越到了10年前那个在花千骨片场哭红双眼的赵丽颖，场记都忍不住感叹，这姑娘拼起来跟当年的颖宝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在内娱，草根逆袭的剧本并不稀奇，真正罕见的是把相似路径走出不同高度的毅力和智慧。赵丽颖与白鹿这两个从非科班背景中杀出重围的代表人物，不仅仅书写了自己的成长故事，更折射出整个行业的变迁、审美的更替、流量与实力的拉扯。第一幕，草根起步，拼命三娘出道记。赵丽颖的故事从一场选秀说起。2006年，她凭借雅虎搜星获得冯小刚组冠军，签约华谊后却长达5年无戏可拍，只能在配角与龙套之间游走。最典型的一幕是她在《陆贞传奇》片场被导演骂哭，却咬牙坚持不走，硬是凭借陆贞一角一夜爆红。白鹿的起点更草根，模特出身，几乎零表演基础。2016年被于正发掘，初登荧屏的她因外貌甜美而被质疑是花瓶。拍《周生如故》时，有一场跳楼戏，她足足拍了18条，膝盖淤青，手脚发抖，却始终不喊停。两人都不是天赋型选手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质：拼。在这个看脸、看学历、看背景的圈子里，他们靠的是命不要的狠劲儿。这哪是演员啊，分明是俩拼命三娘。一位老横漂演员感叹道。第二幕，复制不可能，引路路径分叉点。于正工作室的选角导演老李回忆，当年见白鹿第一面，她穿着淘宝39.9块的裙子来试镜，眼神一狠一柔，跟10几年前赵丽颖来试锁清秋时一模一样。这种眼神杀让不少人误以为白鹿会是下一个赵丽颖，但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，所谓复制成功是伪命题。赵丽颖走红于2013年，那时视频网站会员尚未普及，电视台还掌握着话语权。而等到白鹿出圈时，网络剧已成主流，流量热搜、短视频剪辑、弹幕文化主导舆论场。两个时代，两个江湖。赵丽颖的观众是等剧播，白鹿的观众是刷出热搜。平台逻辑早已从内容为王演变为流量为本，这也决定了他们各自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行业风口。第三幕，演技打磨，从演技到心计。赵丽颖的演技被广泛认可是在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，她将明兰那份隐忍又不甘的女性命运刻画得细腻至极。为演好村妇和幸福，她专门去农村体验生活，手上裂口都是真实拍摄的结果。这种沉入角色的方法派风格，逐渐塑造出她的实力派标签。反观白鹿，在《周生如故，宁安如梦》中展现出不俗的情感输出，但在《临江仙》的预告中却被网友截出皱眉3连的表情包，弹幕一片，这姑娘演啥都像要干架。当然，这种质疑并非否定她的努力，而是对她突破舒适区的期望。当年赵丽颖演《姗姗来了》时，也被骂只会瞪眼卖萌，可谁又能否认她后期的沉稳蜕变？演员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熬煮，急不得，也骗不了。第四幕，综艺江湖，曝光还是透支。提起综艺，杨幂可谓前车之鉴，靠《密室大逃脱》《花儿与少年》等综艺重塑人设，也频频登上热搜。但正如一位资深制片人所言，演员在综艺里过度曝光，
就跟把自家底牌全亮给对手似的。白鹿在奔跑吧中塑造了一个女汉子的活泼形象，博得一片好感，成为年轻观众心中的综艺甜心。但这种高曝光率也让她的表演空间受到限制，观众很难在剧情中忘掉她在综艺中的本人感。反观赵丽颖，自婚后鲜少参与综艺，她宁愿把曝光让给角色，靠角色赢得记忆点。某种意义上，她的神秘感也成为了演技的助推剂。第5幕，奖项与数据，谁才是新旧交替的焦点？2023年电视剧品质盛典后台出现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：赵丽颖捧着飞天奖杯匆匆离场，白鹿却被粉丝围堵签名到凌晨。两代与女郎的擦肩而过，不只是热度与实力的对话，更是时代的一次沉默交接。赵丽颖赶上了电视剧黄金时代的末班车，而白鹿这批孩子的在碎片化时代杀出血路。老戏骨张黎的话掷地有声，一个靠平台培养角色记忆，一个要靠自己制造爆款热点。从收视女王到短视频女王，逻辑完全不同。第6幕，证据突围，谁能成为真正演员？白鹿最近释出的北上片花引发热议，她在黄河滩涂上穿着粗布衣狂奔的镜头，有人称看到了赵丽颖风吹半夏的影子。这种狠劲儿正是过去大家对赵丽颖的印象骨子里一股子拧巴倔强。表演老师刘天池曾说，演员最终拼的不是脸，而是能不能把角色烙在观众心尖上。赵丽颖用了知否的明兰、幸福到万家的和幸福完成身份跃升，白鹿现在也走到一个关键转折点。如果北上、白月泛星等证据能实现质变，她将完成从甜妹到演员的跳跃。第7幕，流量与作品，谁能记住谁？观众记不住劳模，只记得住经典。老制片人的话值得深思。赵丽颖赶在事业高峰时按下暂停键，去生子、转型、选剧本，不被外界诱惑牵着走。正是这种定力，让她在复出时依旧是头部。白鹿手握7部待播剧，热度不低于任何一位同期女星。以爱未赢、白月泛星、长月无尽北上，每一部都奔着爆款去的架势。然而过度曝光是否会造成角色同质化？这是他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。在观众心中，经典只有一个，而热度女演员却可以有千千万万。第8幕，真正的答案藏在细节里。白鹿在收工后让助理买了20本表演的艺术，他那本的扉页上写着赵丽颖的签名，边角已经墨出毛边。这个小小的细节似乎给出了答案。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娱乐圈，复制别人不如超越自己。赵丽颖是旧时代的符号，白鹿是新时代的命题。一位影评人如此评价：10年前，观众等待的是励志偶像，而今天，我们期待的是能真正演出灵魂的演员。尾声，他们不是彼此的影子，而是时代的见证。赵丽颖和白鹿，一个是电视剧黄金时代的见证者，一个是短视频流量时代的弄潮儿。他们的相似是在苦难中的坚持与不服输，他们的不同是在时代浪潮中各自的答案。娱乐圈永远不缺新人，但真正能被记住的，往往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，而是走得最远、演得最真、活得最像自己的那个。赵丽颖用10年时间告诉大家，草根可以逆袭，蜕变终将成蝶。而白鹿正站在属于她的十字路口上，蓄势待发。不需要成为下一个赵丽颖，她只需成为第一个白鹿，那就足够了。